还钱！还！哪有利息？都把话给办完，连本带息还给你。少他妈废话！我现在就要！现在！好，我今天就把它给你。但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各走各的，以后也不再是兄弟。因为13万，最好的兄弟和我彻底撕破了脸。可我要回属于自己的钱有错吗？曾经我们是商场上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一切。我叫于欢水，从公司老板到社会底层，我瞬间变成了透明人，到哪里都不受待见。工作上，我变成了公司里业绩最差的员工，亲手带起来的徒弟反而成为了公司的销售明星。我本想打上老脸和他压点业绩，换来的却是他居高临下的当众讽刺。这人啊，伤了腿没事，千万别伤了脑了。公司领导也总对我呼来喝去，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我只能一味的退让隐忍，得过且过，生怕做错一点事就被批评被辞退。可即便我如此努力，却还是得不到他们的认可。越活越没个人样，这句话听说过吗？说的就是你这号人，你还有脸接孩子？看你混成这样，家庭里更是一塌糊涂。妻子丹红嫌我窝囊，对我始终没有好脸色。丈母娘和小舅子也总是对我冷嘲热讽。为了维护自己在妻子心中那点可怜的形象，我变得谎话连篇，把公司发的廉价红酒伪装成高档红酒，却被小舅子当场揭穿。爸，78一瓶78块钱，这是酒吗？这什么酒啊？这是！我要开那瓶3000多呢，爸。他们丝毫不顾及我的脸面，我只能强忍尴尬的辩解，但为吃回扣，却没注意到甘红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。为了挽留他，我本想用借给吕富蒙的13万买辆车。看好了，给我打电话，钱分分钟给你转过去。那是我在他落魄时二话不说借出去的钱，可到了提车那一刻，他却突然玩起了失踪。原来所谓的兄弟情谊，不过是张随时能撕的纸，而这也让甘红与我彻底决裂。离婚后，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，整天浑浑噩噩，可命运还嫌对我不够残忍。紧接着，我被查出胰腺癌晚期。拿到诊断报告的那一刻，我默默写好遗书，打算上吊一死了之，却被楼上这日的装修声打断。楼上邻居最近一直连轴装修，礼拜天他们也不放过。曾经的我只能懦弱的忍气吞声，想到自己没有几天活头，我再也不打算委屈自己，拉上寻短见的工具，不计后果的一通乱砸。道理和无赖是讲不通的，面对职场和家庭双方面的压迫，我用疯狂对抗现实，用物理破坏宣泄着精神压抑。不讲理的邻居看到这副惨状，气势汹汹的来找我索要赔偿。要钱没有？命给你们！果然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。平时他们欺负一些老实人还行，可真遇上不要命的狠人时，他们溜得比兔子还快。一个瓶子5万，全免了。自残带来的生理疼痛，在那一刻成为了解脱。这种虚假的掌控感，暂时让我取消了寻短见的想法。自此，我不再是任人逮捕的于欢水。一连几日没去上班，公司领导在电话中疯了般质问我，可我连死都不怕了，还会怕丢工作吗？你他妈的赵觉明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，你以后不许再这么告诉我！你他妈的，操！长期压抑的屈辱在此刻爆发。临死前，我才想明白，自己前半生追求的职场地位、家庭体面皆为虚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自己的强硬并没有招来领导的制裁，反而迎来老总客客气气的恭维。但这些年受尽的屈辱，让我不吐不快。别说你他妈是个分公司的老总，你就是总公司老总，我现在也不怕你。我现在谁都不怕。想想有多么可笑，从任人欺负到正面引导老总，竟然只用一张化验单就可以。我没有在乎他们照顾的真正目的，剧烈的疼痛提醒我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。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，我要尽可能的给家人留下足够多的财产。于是我首先找到欠债5年不还的吕富蒙，如果不是他3番2次的当老赖，可能甘红也不会跟我离婚。然而这次他又想了一套身在非洲的理由打发我，他转眼马上在街头被我发现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兄弟呢？你想要钱你就跟我直说，你扯什么买车离婚？你糊弄鬼呢？我告诉你，13万算个屁呀！我分分钟给你，我会还给你，但是得看我心情。欠钱的成了大爷，借钱的成了孙子。我没有再像以往一样求着，而是直接来到了他的华产现场，故意出洋相让他难堪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他不得不坐下来跟我详谈。
别问我为什么需要这笔钱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钱。你也不要再找任何借口，因为我的借口一定比你的借口像借口。他嘲讽我，认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听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依然摆出一副从长计议的姿态，满屋子衣冠楚楚的高雅人士，清一色的站在吕福蒙那边，反倒把我说成了遇人不淑。我他妈遇人不淑了！我他妈要回属于我自己的钱！我遇人不淑吗？还钱！好，我今天就把它给你。但从此以后，咱们俩各走各的。我用要回来的钱为甘红买回了那辆车，最后去了老丈人家一趟。离婚后，他和儿子一直住在这里，受尽了娘家人的冷眼。结婚前，我赚的比他们全家都多是，他们像狗一样对我讨好。结婚后，我落魄了，老丈人升官了，小舅子跟着一起扬威，现在连孩子都要被骂小兔崽子。他们可以踩我，但不能再糟践我的妻子和孩子。他是一切。我知道我讲，你为什么要拿他当保姆？你怎么不让你媳妇儿去上班？你为什么要管他叫兔崽子？他是我余欢水的儿子。有钱收拾啊！攥紧的茶杯徘徊在理智的边缘，陈家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想起这8年来在老丈人家受的气，我是真的想在这大闹一场。可为了妻子和儿子，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了隐忍，和他们做了临终前的告别。接下来的日子由我好受。我余欢水对不起你们全家人，让你们丢人啊！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办了。车子我给你买回来，搬回家住吧，别在这儿受气。安排好妻儿后，我去先换了一部最贵的手机，然后又去买了一身昂贵的西装。本想在死前好好潇洒一回，可来到公司被徒弟当众嘲讽。不幸的是，他这次碰到了枪口上，我不会再像以往一样惯着他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了？1000万的单子谈成100万，躲在厕所里边哭，谁安慰你啊？你当时给我跪下，你不让我跟别人说，我跟别人说了吗？放屁！你给我跪下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了吗？跪我！你打你信不信？来，你他妈敢！老子他妈杀了你信不信？这一刻，我彻底放飞自我，眼看事情将要闹大时，老总听到动静赶了过来。老子想干什么干什么！顽童，道歉！我不明白公司的领导为何突然对我的态度有了极大的反转。老总不仅对我提升了待遇，还提拔我为销售部经理。我本以为是他们良心发现，可我才刚刚上任2天，公司又下发了6万元的分红。甚至老总的女秘书放下身段，主动投怀送抱，只要从我这儿找一个在歌厅丢失的 U 盘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会出人命的。我管你们出什么人命！你得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没拿你东西，你没拿。我猜出事情没那么简单，第一时间找老总试探，没想到还真得炸了出来。原来几日前我在酒吧敬酒时，他们正在筹划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加上那晚的 U 盘消失不见，加上我最近一连串反常的举动，他们误以为是 U 盘被我偷偷顺走了。那里面有他们背着总公司卖假电缆的脏话明细。你总得让我确认东西在你手里，并且没有外传，咱们才能议价，明白吗？虽然 U 盘没在我手里，但我可以另辟蹊径。我马上拿着浓硫酸威胁梁安妮，逼迫她把做假电缆的详细经过都讲了出来。原来前几日我撞破的正是他们的分赃陷占，这才怀疑到了我头上。我向他拿到假电缆的工厂地址，当晚就独自潜入寻找线索。没有证据，我只能自己创造。不料离开时被巡逻的混混发现，好在赵俊明怕事情闹大，连照片也没看就把我放了。在拿到假电缆的证据之后，我马上送给老总一颗定心丸，200万，封顶。一个200万？什么一个200万？我复制了10个 U 盘，你直接说2000万不就得了？我把这10个 U 盘分别都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。虽然我也想站在正义的一方揭露真相，但在为数不多的日子里，我必须给儿子留下足够多的遗产。每当不安心，我都会劝自己是在替天行道。接着选中了一套上千万的豪宅，把呼形吐水的老总面前，我害怕他们使手段，所以将这套房子落到儿子名下。这在和他掰扯的时候，警察却找上门了。你报警了？我没报。你装什么你报的？我为什么要报警？我会被抓起来的。就在我们一团雾水的时候，警察告知了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。原来前天我在马路上见义勇为，无意间制服的暴徒
竟是一个逃窜的杀人犯。今天是给我颁发荣誉的，然后我就被作为典型被媒体大肆宣传，甚至电视台还专门为我出了一期节目。在主持人的诱导下，我第一次说出了自己身患癌症的事。其实我一直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这次能有这样的举动。如果他真的把我扎死了，那么至少在我死前那一刻，我不再胆小了。现场观众都被感动得纷纷落泪，全部把我视为了城市英雄。为了让节目更精彩，编导还暗中把甘红和儿子请到了现场。节目一经播出后，收视爆棚，我的人生再次开始逆袭。电视台决定为我量身定做一系列节目，并且还有一个富商赞助了我，承担了后续所有的治疗费用。在媒体的压力下，我开始了复查诊断。没想到这时，命运又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你没病，这仅仅是个误诊。根据这2天你的检查报告和各项的化验指标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没有患什么胰腺癌。院长告诉我，前几天的生理反应都是喝下酒造成的。确诊之前，我确实喝过1瓶假茅台，当时误诊的医生也赶了过来。原来那天是因为自己情急，在医院拿错了别人的化验单。这几天的大起大落，让我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，直接原地晕了过去。然而醒来后，电视台白主任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：全康公司要奖给你100万，就因为你是身患绝症和见义勇为的双料英雄，所以他们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不过这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我得继续把这个病给装下去，否则少了癌症患者这层身份，他们就没办法上色了。经过再三考虑后，我同意了这次合作，再次出现在了大众的眼中。之后我马上选择了出院，但白主任却不答应，甚至直接找上家门。他在副主任的职位上待了整整12年，一直没有机会转正。好不容易挖到我这个爆炸性新闻，到头来却是一场乌龙。我这成了炒作假新闻的了，欺骗领导，欺骗观众，这回别说扶正了，你说肯定还得给我处分。想起自己也曾怕失去工作而委曲求全，我再一次接受了他的恳求，又在大众面前演了几场戏。可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，这天一个记者直接冲到台上质问，看着周围观众质疑的眼光，仿佛让我又回到5年前的车祸。那天大壮当场没了呼吸，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，我撒了谎，隐瞒了自己汽车的真相，导致大壮的家人没有得到丝毫的赔偿。要讲撒谎，他们是前辈，你把兄弟当兄弟了吗？你日子不好过了就委屈了，大壮呢？大壮他们家日子好过吗？原来这才是吕富蒙和我决裂的真实原因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本想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，可没想到大壮的家人早已离世。带着满心的愧疚，我再次找到吕富蒙，他始终认我这个兄弟，甚至愿意拿出所有的引力为我看那个可笑的绝症。之前我们2个人钱的事儿，是我做的不好，我给你道歉。我来是想和你道歉，我一直想说，哥们，对不起。我是余欢水，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我打算重新换个活法。